洪拳呢個門派，你一聽到會諗起乜嘢呢？虎鶴雙形拳、鐵線拳、五郎八卦棍、黃飛鴻、林世榮，從來冇幾多人知道弓字伏虎拳先係洪拳最原始嘅核心拳法。嗰啲老祖都話弓字伏虎拳係唯一一套正式嘅洪拳套路，虎鶴雙形拳同埋鐵線拳都只係喺弓字伏虎拳入面演變出嚟嘅啫。要熟練弓字伏虎拳先至算係足基完成，仲要經歷過大上鋼環嘅練法。喺負重之下要保持形象，唔可以跌手，唔可以軟手軟腳，要無限接近冇帶鋼環嘅水準。然後你就要脫下鋼環，要練翻最靈活嘅打法，先至算係學得掂套弓字伏虎拳。練習嘅時候，你係年輕人，有氣力嘅，手腳靈活，可以打快啲、勁啲、兇狠啲。年紀大咗又可以玩慢啲、定啲、穩陣啲，又可以拆開上路同下路分別練習，用嚟打交又得，淨係強身亦得咗。弓字伏虎拳嘅設計本身已經有直拳、日字拳、掛拳、制拳、哨錘、插錘、抽拳、拋拳、鞭錘、分金拳、標指、鶴頂錘、虎爪、單指橋、攤手、晃手、伏手、挑手、割手、浪頭、正掌、橫掌、殺掌、劈掌、蝴蝶掌、拋踭、撞踭、冚踭、逼踭、頂膝、無影腳、橫撐腳、下啄腳、拐子踢、低掃踢。以上動作你都必定喺其他拳術會見得到，所以你搞得掂套弓字伏虎拳，基本上你唔會再有學唔掂嘅拳技。弓字伏虎拳就係咁樣成為一個拳技懶人包。學功夫練死力係冇用嘅，要練出用力嘅技巧，又要練出更多嘅氣力。點用最少嘅氣力做出最大嘅 power 先係重點。亂咁用晒啲體能就好快冇命噶啦。呢度冇用過10年嘅時間磨練，都未必達到嘅境界。唔好覺得10年太長咯，其實人生冇幾多個10年。喺呢10年裏面，你投資嘅弓字伏虎拳嘅話，你會發現好過買醫保，睇少咗好多醫生。醫生點樣恐嚇你，你都唔會驚。發現新病毒都係當被冚，流感疫苗廣告你睇完都係得啖笑。其實細菌病毒又有咩好怕喎？就算你間中食多咗飲大咗，練下拳又飛翻啦。失眠嘅話，練下拳消耗下啲精力，又瞓到好覺。你掌握好弓字伏虎拳之後，你唔會再沉迷乜嘢係實戰，點樣打交你已經唔會再在乎，因為真正嘅實戰你已經領悟到，其實喺生活上每分每秒都發生緊。由外在嘅危險，你需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到內在嘅危機，你嘅體能免疫系統如何調節到百病不侵，呢啲先係真正嘅實戰。功力嘅展現就係咁樣嚟。你覺得同人與人之間嘅肢體衝突全部都係多嚿魚，無謂嘅交你唔會再打。你識得點樣保護你身邊最重要嘅人，你又知道如何置人於死地係非常之容易嘅事，而且係一種雙刃劍嘅行為。道德經都話：夫代大象腳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就係咁解啦。生活嘅壓力完全比唔上喺你帶上負重鍛煉弓字伏虎拳嘅時候嘅殘忍同自虐。弓字伏虎拳一旦練成，嗰種愉悅感係無法筆墨形容嘅。得知強身健體之真道，完勝追逐世間之靈藥。如果弓字伏虎拳講到咁把炮，咁佢係點嚟嘅呢？喺清朝時期，台灣被日本攻佔，當時清政府傾國之力都冇辦法奪回台灣。有一日，巧遇一班福建少林和尚，佢哋奮勇上陣，將日軍擊退，幫助清政府奪回台灣。當經過呢班少林和尚嘅幫助之下，成功奪回台灣之後，滿清政府非常之開心，
好想獎勵呢一班和尚封官上地。但和尚們表示，我哋係出家之人，唔可以受封。於是清政府改為送禾草穀米作為獎賞。但係轉個頭，清政府就覺得原來少林寺係咁抽得㗎，好擔心佢哋一日會作反。所以喺當晚運送禾草穀米作獎賞嘅同時，喺福建少林寺旁邊就縱火。歷史上火燒少林就係咁樣發生，全寺陷入一片火海，所有和尚四出逃命。為咗逃避追殺，所有和尚都失散於各地。其中智善禪師就走到粵東廣州河南海棠寺，喺匿藏期間有教授國技，就係攻字虎拳同埋五郎八卦棍。首徒係陸亞彩，陸亞彩傳俾黃泰，黃泰傳俾黃麒英，黃麒英就傳俾黃飛鴻。由智善禪師傳功夫到黃飛鴻呢段期間已經過咗幾十年啦。黃飛鴻之後加入咗吳傳美同劉永福嘅軍門，擔任軍門教頭。林世榮喺呢個時候咁啱得咁巧，亦都加入咗劉永福嘅軍門，成為咗黃飛鴻嘅弟子。後嚟喺清光緒年間，福建省百姓推崇唐景崇為民主國王，黃飛鴻為殿前大將軍，進行反清嘅革命。清政府嘅李鴻章以1000多人嘅軍力打敗咗唐景崇，於是唐景崇帶住黃飛鴻就逃走啦。林世榮亦都跟隨住黃飛鴻逃走，佢哋3個一同逃到廣州，並設立黃飛鴻醫館所隱居，亦都即係大家所熟知嘅寶芝林。喺寶芝林嘅大門前面寫上武藝功夫難以傳授，千金不傳，求師莫問。就係咁樣，真實黃飛鴻嘅英雄故事就咁完結啦。留心嘅觀眾可能你已經發現，林世榮原來喺反清復明嘅期間已經拜咗黃飛鴻為師，根本唔需要特登又整啲所謂嘅靚五花腩去求黃飛鴻教嘢俾自己咁低裝。其實有料嘅中國拳師係好唔中意人哋阿諛奉承自己嘅，所以根本喺黃飛鴻喺寶芝林行醫期間，已經唔會再教嘢俾任何人噶啦。林世榮嘅故事又係點嘅呢？當年林世榮自幼好學慷慨有大志，深得林家老祖嘅喜愛。林家老祖同榮仔講：你係可造之才，好可惜國家呢間滿目瘡痍，人人都要學功夫先至生活得到。就係咁，林家歷代秘傳嘅拳法就傳授咗俾林世榮啦。喺幾年之後，林世榮覺得自己未夠料，於是投身於胡金星又學幾年。當時林世榮為生活所迫，就做咗豬肉佬去賣豬肉啦。喺忙於揾食嘅同時，林世榮對於國家興亡之事從未忘記。喺晚清末年，民不聊生。有一晚，林世榮夜中自醒，自言自語講到：我呢世命從幾之戰績，為何而活？於是第二日，林世榮就辭職唔做豬肉佬啦，踏上萬里訪友尋師之路，盼望能增廣見聞，貢獻社會。之後，林世榮遇上康清盼，康清盼因為生計問題而教拳，林世榮於是又跟康清盼學咗幾年。之後遇上鍾洪山，又學咗幾年。林世榮喺遇見黃飛鴻之前，已經確認擁有箭掌同埋行月雙刀等等嘅技術噶啦。箭掌同行月雙刀喺林世榮手上都係唔教人嘅，又係唔玩俾人睇，完全唔會教人嗰啲嚟嘅。林世榮之後就投身於劉永福軍門、陳太軍軍門同埋水師提督教練黃飛鴻門下為弟子。今次一入門就係20幾年啦。黃飛鴻喺呢段期間就完成咗虎鶴雙形拳嘅設計，並將其技術傳授於部下。喺呢段期間，清軍討伐革命黨，黃飛鴻、林世榮成個戰團都唔夠砌，帶走到廣州時，
黃飛鴻喺仁安街寶芝林就設立咗黃飛鴻醫館所隱居，喺門前大字寫上武藝功夫難以傳授，千金不傳，求師莫問等語句，所以所有外人都冇辦法喺黃飛鴻身上學到任何功夫啦。喺冇幾耐之後，林世榮就離開咗黃飛鴻，自己喺廣州設館授徒啦。一時之間，好多人報名啊。然人一出名，難免招人妒忌啊。呢個係中華武士嘅特性，所以自殘同種嘅悲劇時有發生。有一次，有條光頭佬得知林世榮好出名喎，即刻衝入林館挑戰林世榮啊！當時林世榮啱啱教緊學生上緊堂，就同光頭佬講：你哋踢館，第日再嚟啦。光頭佬就回應到：邊個喺度俾你教嘢？林世榮就回應：你節省少少啦，下次再嚟啦。光頭佬再三糾纏之下，林世榮冇計啦，要就地解決啦。兩人一交手，光頭佬招架唔住就瞓低咗啦。林世榮就好紳士咁樣問一問光頭佬：有冇受傷？有冇跌親啊？你光頭佬甘拜下風，轉個頭仲帶埋自己嘅徒弟過嚟揾林世榮報名學拳添。又有一次，一個姓范嘅人又嚟挑戰林世榮啦。佢話：林世榮，聽講你雙刀好勁喎，我想試下有幾勁喎。我都練少林拳嘅，不如大家比較下邊個刀法好啲，輸咗嘅就唔會再踏足當真。林世榮就話：好啊，不過用真刀就可能危險咗啲，因為有好多觀眾喺度睇緊我教拳啊嘛。不如你哋莫講嚟同你打啦。於是兩人就位，姓范嘅即刻突進斬擊，林世榮即時用亂棍截擊，姓范嘅即時身中多棍，手上嘅棍都跌埋啊，直接瞓咗喺度，完全喐唔到，仲爆晒光添。林世榮驚覺師傅，喂你重手咗添，咁啱屋企嘅跌打藥就用晒啦，唯有即刻揾黃飛鴻師傅問下有冇藥借啦。黃飛鴻問一問林世榮：喂，你做咩事要借咁多嘢？林世榮就解釋：因為又有人又嚟踢館啊，同我鬥雙刀喎，不過好似好危險，咪同我用木棍打啦。我唔可以重手咗添，佢而家爆晒光啊！師傅，有冇藥可以借啊？快啲救佢啊！黃飛鴻聽完之後呢，就會心微笑啦，並心讚：林世榮，亦不愧我徒弟。如果人人都有你咁嘅實力，同時都唔會濫殺無辜，呢個天下就太平啦。又有一次，一位自稱鐵頭僧嘅和尚突然嚟到海棠寺喎，聲稱自己鐵頭功高強，想做海棠寺主持咁話。現任主持一知道，即刻向黃飛鴻求救。黃飛鴻一知道，即刻帶埋林世榮去出救啦。鐵頭僧一見到林世榮，就自吹自擂講到：骨頭可以倒立喺粗沙上面，將啲粗沙磨粉碎，之後再倒立喺石仔上面，再磨粉碎，最後倒立喺啲鐵塊上面。我鐵頭功就係咁樣練成嘅。林世榮聽完之後忍唔住哈哈大笑，指住個頭講：你都低能啊！你啲練法無稽之談。鐵頭僧一聽完為之大怒，直接挑戰林世榮。一開波，林世榮一招月影腳就踢飛咗鐵頭僧啦。林世榮搞掂咗鐵頭僧之後，亦都好紳士咁樣扶翻起鐵頭僧。鐵頭僧合十感謝。林世榮喺廣州設館期間遇到嘅挑戰實在太多，講都講唔晒。但係呢一役一定要講，就係樂善戲院一戰。滿清政府雖然喺廣州市上面都有派警察巡邏，但係啲巡邏當時就好 hea 嘅啫，所以啲娛樂場所就要請一啲大隻佬過嚟睇場維持秩序。林世榮都係其中之一。林世榮俾樂善戲院請咗過嚟，所以林世榮門下嘅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戲院，希望可以用林世榮嘅名氣去震懾啲無賴。不
不過樂善戲院因為經營不善啊，轉咗手啦，完全冇人通知。林秀榮有個徒弟叫朱蝦，習慣性地召去樂善戲院玩。佢一埋門口啫，就即刻俾新嚟嘅睇場呢就喝令阻止啊，仲驅逐出門口添。阿朱蝦遇到啲咁嘅事就好唔甘心，即刻向林世榮師傅報告啦。林秀榮聽完朱蝦嘅報告之後，就同朱蝦講：朱蝦，既然樂善戲院已經轉咗手啦，咁我哋以後入去，俾錢買翻飛去睇戲咯。唔應該懷恨在心嘅，你唔可以恃住師傅好好打，就此記定人嘅噃。朱蝦聽完林世榮師傅講完呢番話之後，本來想揾師傅出頭嘅，聽完都覺得都有道理，但係都係唔太服，覺得不知者不罪喎，師傅。戲院新嚟嗰啲睇場可以好好地咁樣同我講，已經轉咗手啊嘛，都唔使咁樣講佢出嚟㗎。林秀榮聽完朱蝦徒弟咁樣講之後，都覺得有其道理。為咗平復徒弟嘅心情同埋戲院之間嘅關係，就決定擇日再到樂善戲院，盼求可以和平解決。與此同時，樂善戲院嗰邊知道林世榮會帶埋啲徒弟成扎人過嚟啊，誤會咗林世榮呢係過嚟報復嘅。林世榮一到戲院當日，新嚟嘅睇場呢已經有埋伏啊。林秀榮一入到戲院廳裏面呢，就即刻閂上大門啊！隨即刀棍雨下，林秀榮等人赤手空拳應戰，打到亂七八糟。樂善戲院嗰班睇場見到林秀榮真係好 Q 砌得，決定先圍死林世榮，其他徒弟仔再算啦。突然一條單鞭飛出，原來係徒弟譚就幫助林秀榮解圍啊！戰況一發不可收拾，戲院入面已經打到周圍都係血，屍橫遍野。喺院外面已經有官兵準備突入處理啦。林秀榮等人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即刻揾啲石頭將戲院入面上面嘅燈光全部打碎晒，院內一片漆黑。林秀榮等人就趁機會逃走啦。事後有報紙刊登此事，就描述到傷者達到80人以上，大部分都係斷手爆頭，而林秀榮等人幾乎無損。喺樂善戲院一戰之後，先至知道原來戲院新睇場係清政府官員所擁有嘅，而呢個官員就係叫做李世貴。李世貴喺呢一件事之後，對林世榮恨之入骨，即時懸賞林世榮。林世榮喺呢個時候已經舉家同埋武館逃亡啦。之後仲加入咗民黨。林秀榮加入民黨之後，有一次廣西之行，喺路上突然聽到有一把女仔聲大叫：救命啊！原來有一位少女正在被一班暴徒打劫。暴徒見少女仲有幾分姿色，仲想劫埋色添。林秀榮見狀況危急，立即用手中嘅雨傘拔刀相助，打咗班暴徒，解救呢位少女。情況安全之後，林秀榮就問：妹仔，做咩你個人喺荒野上面亂咁走啊？呢位少女就回應到：因為我要去探親啊，好可惜冇人可以陪我去，我唯有自己一個人行咯。林秀榮為咗少女嘅路上安全，決定順便就護送呢位少女到達目的地之後，先至繼續自己嘅廣西之行。不過事後，林秀榮同呢位少女到底仲有冇聯繫呢？喺文件上面就冇再交代啦。喺度講咗咁耐，到底啲文件資料喺邊度嚟嘅呢？呢一層就要多謝朱如齋先生，佢喺公字伏虎拳同埋鐵線拳拳譜之中有林秀榮嘅記事敘述。朱如齋雖然係林秀榮晚年嘅徒弟，不過就係因為有朱如齋嘅幫忙，中國嶺南拳術嘅事跡先至可以流傳到今時今日，亦都令到林秀榮嘅故事可以流傳後世。朱如齋喺鐵線拳拳譜入面有講到：朱如齋我自幼體弱多病，我哋爺俾咗好多藥我食，但係病情從來冇好轉。有一日，如齋我經朋友介紹嚟到林世榮嘅武館，去睇林世榮教拳啦。
林神一見到我拔秀如柴佬可憐嘅樣子，就問我有冇興趣學拳啊？魚齋朋友，聽講學拳可以變弱為強咯。多謝你啊，林師傅，不過我未必負擔得起啊。唔使打，你住喺我度咯，你住喺我館，一切免費。我非常之感激師傅，為咗表示謝意，我長跪不起，拜謝林世榮。朱耀真我勤奮習武3年，真係可以由弱不禁風嘅骨素瑤柴變得強壯有力，身體變得越嚟越結實，同3年前我完全兩個人。姚真我而家嚟到60歲啦，依然健步如飛，聽嘢好清楚。呢一樣嘢只係拜我師傅林秀榮所賜。後嚟廣州遭到日軍侵略，林秀榮將佢嘅武館遷移到香港，借跑馬地菩提場為校址。呢位好朋友周仲防董事秉承不懈，聘請咗林秀榮師傅教授跌打雙科。期間林秀榮師傅亦都有教拳傳授於人。可惜嘅係香港當時淪陷啦，林秀榮冇辦法再繼續公開教拳。鐵線拳拳法嘅優良早已為人所重視。聖教組會會長馬其卓先生懇請林秀榮師傅將全部手法、動作、姿勢用攝影嘅方法記錄落嚟。可惜因為戰爭時期未能成事，只有零散嘅玻璃底片同埋底稿，後嚟更加遭到日軍嘅損壞。然而，朱耀齋依然堅守林秀榮師傅嘅訓令，要讓世人了解中國嶺南拳術嘅技藝對身體運動嘅益處。林秀榮咁抽得，除咗因為佢嘅身高、體重、力量同武功都高強過人之外，最重要係因為佢嘅尚武精神。喺1934年，林秀榮就創立咗南武體育會，係香港最早期嘅中國武術會之一，同時都係香港戰前最重要嘅武館之一。林秀榮當時邀請咗耿德海先生作為北方武術嘅導師，而林祖則為南方武術嘅首席教練。林祖係林秀榮嘅嫡系傳人兼主要助教。林祖自細痛失父母，自細已經由林秀榮叔父所照顧。林祖雖然只係林秀榮嘅侄仔，但林秀榮當林祖係自己親生仔一樣。喺林祖5至6歲嘅時候，林秀榮已經開始將佢嘅畢生武藝傳授俾林祖啦。林秀榮係一個力求進步嘅人，經常不敢自滿係林秀榮嘅最大武器。林秀榮為咗令到自家拳術更加進步，喺林祖10幾歲嘅時候，林秀榮就將林祖送到紅船，就係希望林祖可以增廣見聞，唔好閉門造車。林祖喺紅船深造多年之後，就將林秀榮祖傳嘅技藝同埋新學到嘅技術全部格渣整合，令到中國嶺南拳術有咗新嘅進化，使原本殊頓嘅形相內涵可能變得更加靈活敏捷，唔再單靠體重同埋一鋪死牛力去發勁，更加利用腰馬身形去做出更好嘅形相同埋更大嘅勁力。林祖可謂開啟咗腰馬合一嘅先河。喺1970年代，林家洪拳嘅地位喺香港到達高峰，當然同時就係招惹好多人妒忌嘅時候啦。林家曾經喺一次長洲天后誕嘅喜慶日子入面，捲入一次非常之嚴重嘅械鬥事件。呢件事係喺香港入面發生過同類功夫武館衝突事件入面最為嚴重嘅一次。妒忌之心由至善禪師時代開始已經有所記錄，個個都爭住做最正宗嗰個，以正宗之名掩飾自己根本未學得掂，就出嚟做宗師，用好多鏡頭嘅效果去吹噓，將老祖平淡而精彩嘅功夫技術結晶變成華而不實、經唔起挑戰嘅賤貨，令到中國功夫今日經常俾人嘲笑。最悲慘嘅係，人總係被一啲吹噓、華而不實嘅事物所誘惑，難以自行察覺到淡而無味嘅樸實先至係至寶。人類之所以同其他動物唔同，
因為人類自身能夠無限精進，宇宙中同時存在住無限嘅資訊與力量，佢哋都希望喺呢個宇宙中生生不息。人類就係資訊與力量最好嘅宿主。人類之所以喺呢個宇宙中出現，因為宇宙需要人類，資訊與力量需要人類，人類亦都需要同資訊與力量結合，並進行進化。資訊與力量亦都有正邪之分，人類必須有認知正邪嘅能力。文明底下，人類依然係萬物之中唯一能夠自我修煉嘅物種。生活嘅衝擊已經令到好多人難以察覺，修煉係人類最特別嘅技能。我係王家衛，我念故我在。